硅基实验室 AI 日报第12期。今天的头条是一座机房 ，Meta 和贝莱德合伙，在美国德州的埃尔帕索建一座1吉瓦的数据中心，总开发成本大约140亿美元。有意思的是，这座园区里 Meta 只占2成股份，剩下8成归贝莱德旗下的基金。可整座园区最后还是 Meta 一家整租下来自己用。今天还看这些，亚洲芯片股突然大跌，韩国股市盘中直接熔断。一份对500多位企业负责人的调查说，一半人的智能体通过了内部测试，上线之后还是捅了娄子。今天的小课堂，我们讲多模态，一件一件讲明白。快讯风暴，1分钟6条。第一，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在上交所挂牌，1天之内就成了 A 股市值最高的公司。AI 抢得最凶的那块存储，终于有了自己的上市公司。第二，支付巨头 Visa 裁员 7%， 大约2600人，主要在技术和产品团队。CEO 的内部信提到 AI 在加速工作方式的改变，但公司也说 AI 不是唯一原因。第三，做芯片设计软件的凯登，2季度营收同比涨了2成多，还上调了全年指引。画芯片的工具卖得好，通常是芯片要开工的先行信号。第四，一家叫 Harmony 的公司拿到3400万美元种子轮，把智能体塞进 Slack 和 Teams， 替员工跑报销、账号这些琐事。第五，英国公司 Bray Parrott 拿到2700万美元 B 轮，做垃圾分拣，摄像头架在传送带上方，实时认出每件废弃物是什么材料、什么牌子。第六，一条闲事，梅西的投资平台出现在了李飞飞那家空间智能公司 World Labs 的投资人名单里。先说头条，今天凌晨 Meta 发了公告，他和贝莱德成立合资公司，在德州埃尔帕索开发一座数据中心园区，开发成本约140亿美元，算力1吉瓦，计划2028年投入运行。事实这边3个关键点，股权是贝莱德旗下基金占8成， Meta 占2成，这笔钱里有125亿美元是债务融资， Meta 出土地和在建工程作价约23亿，贝莱德掏现金约49亿。真正值得看的在后面，整座园区由 Meta 一家整租，首期4年，可续4次，最长接近20年，还提供了合计约130亿美元的残值担保。说人话，这是一笔典型的表外安排。机房不记在 Meta 的账上，建设的钱主要由基金和银行出，资本开支表因此好看不少。但他整租20年，还兜底了残值，万一2028年之后这园区不值钱了，损失还是回到 Meta 身上。所以重点不是又建了一座机房，而是建机房的钱换了出法，科技公司出信用和长约，金融机构出本金，风险在中间赚了一次手。这做法本身不新鲜，公路、电厂都这么干过，只是当它用在 AI 算力上，说明这轮扩张的胃口已经超过了自己账面装得下的规模。次头条，市场那边今天出了点事，亚洲芯片股集体大跌，韩国综合指数收盘跌了 10.84%， 盘中触发全市场熔断，停了20分钟，这是今年第8次。日本股市也跟着跌了4个多点，跌得最狠的是存储，三星跌超 13%， SK 海力士跌超 14%， 日本的凯霞跌超 18%。 导火索在前一天，英伟达在美股跌了 5%， 起因正是我们昨天讲过的那份报道，它可能替 OpenAI 的机房租约做2500亿美元担保。口径先说清楚，股价是情绪的即时投票，不是对某家公司业绩的判决。而且韩国股市这1个月本来就已经跌了接近3成，今天是加速不是起点。说人话，市场担心的不是 AI 没用，而是这轮扩张里买方的钱越来越依赖卖方来担保。昨天我们说过，这种结构唯一的问题是真实收入涨得有没有杠杆快，今天市场先替这个问题投了一票。但别把一天行情当结论，同一天 Meta 照样签下一座吉瓦机房，芯片设计软件公司照样上调了全年指引。情绪已经转向，订单还没转向，谁先追上谁才是接下来要看的。把今天的动作连起来看，你会看到一道很清楚的裂缝。一边是还在加杠杆的 Meta 拉着全球最大的资管公司建机房，自己只占2成股份，却整租20年。英伟达替客户担保的传闻还在谈，长兴科技一上市就募到了今年亚洲最大的一笔钱。另一边是已经开始算账的韩国股市，1天熔断，存储3巨头2位数下跌，企业里一半的智能体通过了内部测试，上线还是出事。而一个花500美元微调出来的小模型，在具体任务上
就把前沿模型比了下去。供给端还在扩产能，需求端已经在比性价比，这就是今天这道裂缝的两边。AI 小课堂第12课，今天讲多模态。先说它是什么，文字、图片、音频、视频都能喂进去，也都能生成出来。同一个模型既能看图说话，也能听声转写，还能按你的描述画图。它不是把几个模型拼在一起，而是把不同形式的信息都转成模型内部同一种表示。就像一个人既能读文章，也能看照片听录音，脑子里理解的是同一件事。落地最快的是3类：拍照问答，比如对着报错截图问怎么修；视频理解，把1小时会议录像压成几条要点；还有语音助手，边听边答。但有2句实话得说在前面。第一，文字仍然是推理的主干，多数模型处理图像和声音是先翻译成内部表示再思考，复杂推理还是靠文本能力撑着。第二，强弱差别非常大，同一个模型可能读印刷体很准，认手写就一塌糊涂，看长视频更是普遍偏弱。发布会演示的那几个例子通常是他最拿手的。所以实用的做法是，别问他是不是多模态，把你手上真实的那张图、那段录音丢进去13次，你就知道能不能靠它干活。附题速览，今天还有这7条。第一，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实验，有团队花500美元用强化学习微调了一个90亿参数的开源模型去做电商目录审核，结果比5个前沿大模型都好，相对提升 13.5%， 每1000条商品只要5毛钱，最便宜的前沿方案要19美元。注意口径，这是单团队案例，任务边界很清楚，不代表通用能力更强。第二，中国商务部回应美方指控，称把模型蒸馏说成窃取知识产权是人工智能霸权主义，强调蒸馏是业界通行做法，正好接上 Anthropic 主张限制蒸馏那条线。第三，苹果的智能眼镜确认推迟，据报道要到明年才亮相，卡住的主要是隐私，方案之一是干脆不装摄像头。第四，生鲜供应链公司 Grub Market 秘密递交上市申请，上一轮投钱估值45亿美元，卖的是给批发商用的 AI 软件。第五， Anthropic 和咨询公司 Cognizant 扩大合作，把 Cloud 推给更多企业客户。模型公司这一年最重的活其实是进企业。第六，做身份管理的 Eambit 和数据云公司 Snowflake 结盟，解决智能体之间怎么互相验明身份。这方向今年突然变热，因为出事的确实多了。第七，电影《大空头》原型之一，投资人 Steve Eisman 警告，现在的美股高度依赖 AI 这一笔交易，巨头一旦削减 AI 支出，市场会直线往下，这是他的个人判断。追踪剧场，今天有2条线出现了新事实。第一条，开放权重的立场线。前2天我们讲过 ，OpenAI 和 Anthropic 被曝在华盛顿游说封堵中国开源模型，而那封支持开放权重的公开信 Anthropic 一直没签。昨天他在官网正面回应了，标题就叫我们对开放权重模型的立场。文章说，公司从来没有主张过封禁开放权重模型，没有危险能力的开放模型是公共品。他主张的是另外3件事：收紧对中国的先进芯片出口，限制模型蒸馏，对足够强的模型强制做安全测试。这篇文章在国外技术社区盖了1500多层楼，争议集中在一点：限制蒸馏到底是安全考虑还是商业考虑？第2条 Kimi K3 的权重线。权重前天晚上开源之后，它登上了 Hugging Face 总趋势榜第1，紧跟在后面的是百度开源的那个 OCR 模型，趋势榜前2名现在都是中国的开源模型。今日数字盘点，几个别处没讲过的数。今天最值得记的是 466%， 长兴科技上市第1天的涨幅，收盘市值 3.3 万亿元人民币，一天就坐上了 A 股市值第1。其余几个，它这次上市募到579亿元，是今年亚洲最大的一笔 IPO。凯登的积压订单81亿美元，创了纪录。企业调查里，40%公司把 Cloud 当成首选的模型平台，微软以 18% 排第2。那家垃圾分拣公司的摄像头，累计已经认出超过1万亿件废弃物。Meta 那座园区建设高峰期有4000多个岗位，建成之后的固定岗位是300个。还有一个背景数，韩国股市这1个月已经累计跌了接近30%。明日看点，替你盯着这几件事。3颗星，明天 Meta 发2季度财报，
真正要看的不是利润，是资本开支的指引还往不往上抬。2颗星，待观察。亚洲芯片股会不会接着跌？情绪先转向的时候，订单数据往往还没变，这2条线什么时候合流才是关键。2颗星，待观察。长兴上市之后，国产存储的扩产节奏，钱到位了，产能什么时候到位？1颗星，待观察。蒸馏这件事会不会从口水变成规则？一边是主张限制的公司，一边是称它为通行做法的监管部门。明天这个点有进展，第一时间接着讲。今日聚焦，最后一条，也是离你工作最近的一条。一家科技媒体的研究部门访问了573位企业负责人，结果挺扎心，一半的企业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：智能体通过了内部评测，上线之后仍然给客户捅了篓子，1/4还不止一次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另外2个数字，6%的企业已经允许或打算1年内允许智能体不经人工复核就上线，而完全信任那套自动评测的只有 5%。也就是说，放行的权利交给了一套自己都不太信的考试。还有一个原因很具体，5%的企业把自信的答错追到了同一个源头，模型没拿到公司自己的业务上下文。先标口径，这是问卷调查，样本是企业负责人自述，不是系统日志统计。说人话，他讲的其实是一件很朴素的事，考试及格不等于能上岗。内部评测是在干净题目上打分，真实业务里全是脏数据，就流程和例外。模型不知道你们公司3年前那次改价，也不知道哪个客户的合同是特批的，于是他会用非常自信的语气把错的说成对的。所以现在做得稳的团队通常做3件事：把自己的业务上下文接进去，画一条不许越过的红线，上线之后继续抽查，而不是测一次就当交付。这也是今天这期的暗线，不管上游花多少钱建机房，最后决定 AI 值不值的，还是他在你手上那件真实的活里靠不靠谱。机房挪出了表，风险还在表里。换你是股东，怕这笔租约吗？评论区告诉我。以上就是今天的 AI 日报。今天最该记住的一句话：钱和信任正在往2个方向走，上游还在加杠杆建产能，下游已经开始为能不能信这件事扣分。照例说明 ，Meta 的园区数字来自官方公告，市场跌幅是当日收盘数据，只讲现象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企业调查为问卷自述口径，那份微调对比来自单个团队的案例研究，不代表通用能力。如果这10分钟对你有用，点个订阅，我们每天这个点见。硅基实验室，不聊概念，只跑结果。